小片里说，你们谈了很多年恋爱16年，就一直不结婚？不是不结婚，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，都是皮脸还干净啊。到现在吧，可以说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自己的事业车，都有了，就是想结婚了，就感觉变了，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。刚在一起的时候哈，确实是没有钱啊，特别知道节约节省。到现在来说的话，就是每年在购物啊各个方面呢，少说得几十万吧。是谁购物几十万？我女朋友。我先问一下，就是两位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？你的钱归你管，他的钱归他管？不是我，现在的房产，车，包括现在公司所有东西全都是我女朋友家。等于没结婚，但是你所有的资产的管理全在他的名下。对，管得好吗？不好啊。不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嘛，感觉这种铺张浪费啊，就是什么有用没用的哈，就去一次就是几万，就很正常。完了就是膘还没卸下来，裤子什么的，就是有的时候第2年了没有用的就撇了。我又不是光一个人买，你身上穿的这一身不都是我买的吗？就是你再给我买的话，我能买多少？你买的当然不少，那你又没有时间陪我，我肯定得消磨时间。然后我又不出去买东西，家里边储藏间都进不去人了，全是你的，储藏间里边没有我的东西。对呀，那我需要有东西来消磨时间呢。你又没时间陪我，你要陪我的话，我就什么都不买，我就在家待着。我问问啊，您现在工作吗？啊，有工作。干嘛老说每天要他陪呢？不是啊，他不是光是白天出去工作，是一直到很晚，就是基本上白天晚上都没有时间。我觉得这样的话。我就心里特别逆反，我觉得你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肯定靠一些东西来消磨时间。花钱是吧？对。我不出去挣钱去，你说怎么能到现在这样？如果让我花钱和让他来时间陪我，我宁可选择让他陪我不花钱。你现在对他花钱很有意见是吧？对啊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想弹古筝，我说买吧，买个古筝，一手曲都弹不会，完了说琵琶又买个琵琶，完了也是一手曲没整明白，完了买钢琴了。买钢琴买俩，那台钢琴是放在我妈那儿，因为老师说弹钢琴的时候不得每天都需要练琴嘛，然后就放在那边，去的时候方便练。还行。1个月去他妈那儿4、5次吧，顶天了，弹出来就行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赚钱了，有钱不花干嘛呀？还干嘛了？我这么说吧，就是我脚干哈，你说我擦脚的是兰蔻，是有点奢侈了。那个一般都是擦脸的。他是擦你脚还是擦他脚？我擦我脚。是我用过的，然后换化妆品了，因为女人都有这个时候用过的剩下一些，没过期换牌子了，然后就换成什么那个不知道，然后就用来擦脚。你也可以擦脸呀，你干嘛擦脚啊？我不喜欢那个味儿。明白了。对，他就用这个事来说事儿嘛。就嫌我花钱花得多，女生是每天都陪我就没有这些事情。你在逛街里找到了什么乐趣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就觉着，如果他没有时间陪我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我觉得很空虚啊。就像他说的这些，买琴也好，然后花钱也好，我觉得是找一点时间给自己去做一点事情。要不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？你觉得你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说，我花这点钱过分吗？我觉着花钱是不对。但是说，我觉着我有一些理由，就像比如说，我想啊，原来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高中就认识，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放学，然后出去逛一逛马路，然后上大学的时候，电话呀、短信呢都不断。工作起初的时候，出去吃饭呐，然后逛一逛街、看看电影，我觉着挺开心的。到后来现在。过情人节连礼物都没有，就是给你钱。我觉得既然你给我钱，我就花呗，对吧？你用钱来填补我这些空虚，那我就花钱呗。不是，也不是这意思，是啥呢？就是我给他买过那个项链，因为我不总什么上商场，就是买个黄金的那些项链什么的，我感觉挺好看的。完了，他从来都没戴过，我就感觉我这眼光也不行。你说你这是买啥呀？我就给你钱，你喜欢啥你买啥。是他买的黄金项链是那黄金的。我知道那种就拇指那么粗的那黄金，没有，这大妈的那种，能带得出去，我还得经常敷衍。他问我说为什么不带呢？哎，我现在问个问题啊，现在谁更不想结婚啊？我不想。我说实话想，你不想我能理解，是他不回来陪你。
我是怎么的？我工地非常的忙，因为我不去完之后，天天在家陪他的话，你说现在能像现在吗？就车什么都开着，房子，哎，不可能。你是应酬很频繁吗？频繁。频繁到什么程度？一个礼拜4、5次。一般应酬到几点？有时候10点钟，有时候第二天早上。通宵不回啊？1周5天？差不多吧。经常的，甚至比这样还要多。啊，对。那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我觉得你其实想得挺清楚的。我觉着我们毕竟认识十几年了，16年，他说。对对对，其实还是蛮珍惜这段感情的。但是这种状况，我觉着好像是没有什么必要再继续，但是觉着有一些放不下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要分手的？很久了。大概有多久？4、5年、5、6年了吧。你了解吗？不了解。你害怕失去他？害怕。害怕哪部分？是因为所有的财产、公司的这些东西都在他手里，是这部分？这个无所谓，就是我明天我一无所有的时候的话，我还能变成这样。因为一点点打拼的话，我无所谓，钱对我来说不重要。其实，我只是觉得就是他现在就是说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租房子，各个方面这样的，到现在了有自己的房子了，有自己的车了，什么的，反而变成了就是大手大脚了，一点不知道节约了。就是你花钱可以，在我心里说你可以花钱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说你有需要的你就买，没有需要的话就是不用太买。你认为他变了？对对对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不为什么出去打拼，我也不愿意，有时候喝的那个回家开始吐，我脑子疼啊。没办法。你们俩有谈过孩子的问题吗？以前也说过，我挺喜欢孩子。就这种状况下去，我一个人带孩子，我肯定是带不了。他天天都不在家，我一个人肯定是保姆啊，雇保姆。那我要你干什么？我要孩子干什么？我现在我什么都不干的话，那你说咱俩在一起了，没有人说让你什么都不干。你最起码对这个家得有付出，对吧？你让我感觉得有你的存在。你每天都是只会拿钱回来，然后又不让花钱。我在工地一天天，我这是累得要死，我这就是付出，也是为这个家付出啊。你光会拿钱回来，然后没有时间在这个家里放在这个家里一点心思都没有。两位打断一下啊，就在你们这16年期间，大概提过几回结婚的事儿？在什么时候提的最多？09年。那年发生了什么？那年是开始挣钱了还是？对对，刚开始挣钱。我跟他说，等再挣2年钱攒一攒的话，我说咱买套大的房子。完了我说咱还有自己的家。大房子买了？买了，完车买了？买了2台。钱有了，人就要没了。老师们看看这段情感应该怎么收拾一下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听他们这个事儿啊。我心里听得挺酸楚。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夫妻，其实是假夫妻；但是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的夫妻，是真可惜。往往在贫穷和患难当中可以看到那么点真感情，但是当日子过好了，有些事情就成为了泡影。坦率的来说，在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对女生是很愤怒的。我特别讨厌败家的女人。但后来其实仔细想一想，其实女生不太在乎钱，因为她在最苦的时候陪她一起走过来的。她如果是在乎钱的话，就不会陪这个小伙子一路艰难走过来。虽然她使用钱的方式也不对，但是反过来看看男生，我倒觉得男生是有点问题。男生说他不在乎钱，但他在乎花钱的方式。就像曲伟所说的，其实他认为钱是他的表达爱的方式，不管他是正确与否。所以我就在这儿问，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那女人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如果女人跟你说，我只在乎你的钱，你会说她败家。如果女人跟她说，我只在乎你这个人，她会说你太不实际了，毕竟生活要有生活支出。如果女人说，我又要你的钱，我又要你的人，你又会说女人太贪心了，我要出去工作，我怎么可能陪着你呢？那女人到底该怎么做？如果说一个女人从你贫苦的过程当中一路陪你走来，现在已经走到了好的日子，现在她还要每天在家里默默的等待，那请问，最初两人共同奋斗的这种所谓的金钱和房子、车子，是否带来了幸福感？我看了看男生的肚子，我又看了看我的肚子，我就想到自己的事儿。我这几年这个事业好了些，就节目多了些，
钱挣多了点，但我发现这个问题在我身上越来越严重。最关键的一点是我还没孩子，没有人能够陪着他。早些年刚刚开始在体制内做节目的时候，就每天趁周六周日到外面来挣点外快。爱心保卫战就是2011年，我趁周六周日的时候，最开始纯粹是因为挣外快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不是打款，就拿信封装的。然后我每次在外面做了那个节目回家的时候，说伤心了，接着说吧，没事。我把那个那个时候还租着房子住，特别贫苦，就跟你们开始一样。我每次回去我就把那个信封扔床上的时候，他就数那个信封里的钱，他就特别幸福。他说：“老公又挣钱回来，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好。我们又挣1个平方米，挣2个平方米，我们日子越来越好。”然后我就特别高兴。这几年日子越过越好。我有一次就我想给他一个惊喜，因为本来是明天要录节目的，我要后天回去的，但其实那天的节目取消了。我说我就给他一个惊喜，我一直瞒着他，我其实已经到机场，我说这还录着节目呢，我就特意让他知道我好像回不去。然后那天晚上，当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就把门打开的时候，他就抱着我哭，我就感觉问题很严重。其实他缺的是陪伴。他以前曾经说过很多次，就让我在这做饭做菜嘛，你没事你坐在旁边坐一会儿，跟我聊会儿天。我不需要你干点什么。我在收衣服，我在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坐在旁边陪一会儿。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做，但你就陪我一会儿就行。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现在经常回想起当初的我为什么刚才那么激动，就是我把那个信封往床上一扔，我们才租1室1厅的时候，他拿那个信封里的钱拿出来数的时候，老公又挣钱回家来了，就那种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，钱确实是比原来多了，但是一点那种幸福感都没有。所以我现在甚至我在考虑说，虽然现在挣的钱是多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减掉这档节目，能够回去陪陪他？因为如果有哪一天，就像你们这种16年的情感，如果有哪一天就是因为了钱给弄得2人之间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话，我想那个时候肯定是最伤心的时候。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来反省自己，钱到底是为情感、为人服务，还是唯一的表达方式？钱是生活的必需品和物资，但绝对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。很抱歉，我特别的怵。我开始我就在这，我假模假式的拿眼镜下来，我怕旁边人看见我在哭，我以为我在擦脸上的粉。到后来我实在压抑不了，我特别害怕你们分开。祝福你。对，我也是觉得高中开始这种同学这么一路走来分开了，真的心里挺难受的，挺替你们难受的。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我们需要放下。我只是觉得现在正好是有这机会，能多挣些钱的时候尽量多挣些钱，等不一定明年或者什么时候的话，工程什么突然间没有的话，我就是跟你一样想的。当年是说你想劳动，你劳动了未必有钱，现在你只要动动嘴你就能有钱。但问题是在于，如果说挣到了钱这个券没有了，你是最伤心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怎么钱你也换不来，因为说就换了这个女人，再换任何一个女人，再从零开始陪你这样一路走来的人不可能有。说心里话，老师就听您说完这话的话，确实感觉太一样了。放吧，都放下一些东西吧。女生，我觉得大概是不是中国女性都这样啊？明明想要 A， 老说我想 B， 明明希望你说1-2句贴心的话，但是你不会这么表达，其实挺容易。别想那么复杂，16年不容易，坚持下来好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好啊，还矜持什么呀？抱一下，得多久没抱了呀？感受一下先。你们俩抱着啊，感受着。自己写的自己念。从高中到现在，你送我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现在已经坏了的
穿不了的衣服，我一样都没有扔，一直留到现在。这里面有一个头卡子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着？钱不能代表一切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永远都不会把它扔掉。就今天是我录《爱情保卫战》4年来最高兴的一天，我觉得我最需要保卫的一段爱情保卫下来，而且今天是我的第一次，我从来没在这台上哭过，我今天实在压抑不了，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好好过，好好过。谢谢老师。